未来少子化发威哦，然后台湾老人哦开始那么多的情况之下，这东西未来会变成显学，这个未来很快，可能5到8年之内就会变成这样。未来专门来做那个无障碍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公司，它便利。如果你是室内设计公司，然后你现在正在发愁说啊，现在竞争很激烈，大家都找统包啊，不找设计啊，你要不要去做这个？有没有开始研究这个？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这个就不会再有人嘴你说哦，这个设计师设计出来也还好，哦也还好，没有，我有学理依据，考究过，那个有证照了，那个可以去考，然后听说很好过。我听说哦，不要来赞我，我听说啊，因为有这个证照的很少，市场上的需求就是存在嘛，你要不要转行开始做这个地方，就可以展现你的设计，你的设计就会有价值，不是说一个统包来跟你拼价钱你就被兜掉的这种。退休宅全攻略，打掉门槛加宽，走到插座抬高，爸妈安心又安全。先说结论哦，退休宅哦，老人要住的房子要改的东西真的很多，真的很多。我是建议你直接这个都要爆改了哦，所以你就是买废墟来爆改，不然你就买预售来客编。现在客编又很难搞哦，那就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在聊有钱人买房最在意的条件是什么，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先说，不是什么品牌，不是什么建商，不是楼层哦，不是景观，也不是邻居，而是贷款条件哦。那你可以看一下。来，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退休宅要怎么装潢比较好。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孝亲族必看，100万装潢打造父母退休宅，2处设计超关键。内容是这样，就是迪卡上有一位网友，他爸妈住在5楼的老公寓，然后他就看他们年纪大了，每天爬楼梯很吃力，想要买一间房子给爸妈去住去退休，然后问说，这个退休宅装潢要注意什么？这真是个超巨大的题目，这我八卦的时候我好好说哦。来，那个影片消息真的是拍拍手了哈，这个没有白养啊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说，如果你要做退休宅的话，应该要怎么装潢，什么重点要把握这样。我先说结论，就这个改的幅度哦，绝对会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很多的。如果你的预算有够的话，我个人真的是建议你看你要不要直接预售屋去做客变来改比较快，不然你买那个公寓或是什么的话，或是中古电器那都要爆改的东西哦，都要拆除，都要改格局，很贵很贵。又或者是说，你就干脆反正都要爆改了，你去买个废墟嘛，哦，来买个废墟来爆改，那个中古很多啦。反正废墟本来就要大改哦，那你这样子再拆起来，那是多签运的费用而已哦，还好哦，就可以忍受。那我们就来说有哪些是一定要做的东西哦。来，第一个，各种门都要加宽哦，宽至少要90公分哦，轮椅才进得去。第二个是走道要加宽哦，如果你有走道的话，宽度要120哦，那个轮椅要走比较好走，跟你要转弯 C 杠哦，那比较好闪。来，第三个是各种门槛哦都要拿掉，门槛哦。就是我们一般会在大门哦，或是浴室哦，会去有一个门槛啊。中古的很多，你现在新的我知道哦，新的的话，大概浴室跟那个你客厅地板是齐平的，它只是会有一个挡水条哦，就这样。中古很多啊，就是像我们学生时代有那个租套房的经验，你就知道啊，你要去上厕所是不是都要踩一个台阶上去哦？那个也是一种门槛。它主要哦。大门的功能就是在防尘，浴室为什么要垫一个高度出来？那要留粪管的坡度哦，只是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很伟大的理由哦，就这样。平常哦，你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它的高度就是10到15公分，留出那个泄水的坡度就好了哦，粪管的坡度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你隔套嘛，你隔套的话大概就是要垫高去做嘛。我们年轻人他没差，我们就这样踩就上去了哦，甚至你住那么久，你也从来没发现哦那边有一个门槛，就这样。但今天换你坐轮椅来，你轮椅这样给它 K 上去看看，那个多有力啊！那个要变成说，你要这样对好对准哦，不能歪哦。然后你的2只手哦要超大力哦，这样接，然后把你的轮椅这样，然后人还要注意不要往后倒，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我有试过，我靠，这个真的会往后摔倒。然后再来，浴室门是不是普遍比较小？那你就准备你的轮椅会夹到你的手，麻烦，真的麻烦。就这样，所以。门槛、门宽这东西都要去处理，然后像浴室的话哦，还是要做，本来就要做泄水坡度哦，然后要让那个水流到排水沟去。假设啦哦，你是浴室是运气好，你是没有门槛的，你有止水墩，你止水墩拔掉以后怎么办？啊，有水流出来是不是要直接流？所以很麻烦了，这个东西都要大改的，都要弄一个止水条。
就是铺一排那铁网的东西然后水流到那边会流下去，那底下有管子，是不是要重做整间浴室？就这样。再来是插座一般的插座都怎么样？一般的插座大概就是做到你在下面或开关开关的话会在上面。反正轮椅的话，应该你离地30公分那不太好用那开关的话也不太好开，尤其是很近。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坐轮椅然后你进房间，你要开灯，你的手要这样，对不对？还不好按不然你的手你要用这样子去按，对不对？那是蛇形雕手按一吐，不好弄，就是这样。开关的位置可能都要重新弄，不然就很难弄。不然你就是插座要另外做另外做便宜的做法就是走明的嘛就丑就这样。高度大概是要离地120公分，你就要放一个插座，这个让轮椅族可以顺手就去敲一下或者是怎样就好了。门把也要换，不能换这种，你要换那种就是压了就出去的那种。为什么？因为就是功能不好的话，你用那个手肘或是怎样你去敲一下，那个门都是推得开的，就这样。这些是我认为就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你看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很难搞这都已经算是大改的程度了。厕所门加宽，我靠，你以为这很好处理厕所门加宽，你要砸墙呢你砸墙，防水要不要重做？那你要买那个泄水的，就我刚刚说的那一排铁网，底下水管那本来没有水管的地方要怎么弄被它打到结构层然后重新配管，就这样很麻烦那都是爆改。然后你现在改一间浴室3房2厅改2间，你看有多贵？而且都是很专业的工种你真的是几乎是把这整间房子打掉重改。那通常就是3房2厅会被改成2房那个厅就不重要了会被改成2房，只留客厅，那个餐厅可能都不见了，就这样。不然没办法，你空间不够你为了要能够那个轮椅能够回旋要干嘛那走道要加宽，那势必都要动格局了，所以你的3房可能一下子就只能用2房，就这样子。如果这时候你还去买人家那种精装修好的房子，然后你全部打掉，然后来符合这个银发族的需求相当可惜。你不如去买废墟，对不对？反正本来要打。最后你要知道，有做最好的装潢有做的话是最好的装潢。来，我们来讲一些就是我觉得做了的话会对长辈生活起来更舒适的装潢来，第一个，安装紧急呼叫按钮，其实他也不会用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装给他看嘛，他一定是烂，然后就打给你，然后在那边哀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放了就是医院里面会看到那个按了以后护士会来，你按一下它卡在里面，然后再按它跳起来就这样。有些案子有连中古屋都有，我今天还去看他们在浴室里也有放那个紧急按钮，那是真的可以按了，按了以后那个楼下那个管理室会收到。就是你那个对讲机他们讲发生什么事什么，大概是这样。好，现在有家用的版本连家里 WiFi 也不用牵线了那你就买几个到处放，然后长辈在按的时候你的手机 app 会跳通知这样。来，第二个，浴室跟走道你要加装扶手，我知道这个加装很难看，可是它关键的时候会救长辈的命，因为长辈是怎样，是不能够摔倒的。然后台湾的浴室干湿没分离，导致会滑，一年要夺走多少位长辈的性命，对不对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发生在你跟我自己的父母身上嘛就是这样嘛你就是装扶手。你说就浴室会滑，你自己不会小心那个浴室会滑，你不会穿止滑的拖鞋塑胶的什么的。我跟你讲，没办法，为什么？晚上上厕所，你不要讲长辈啦，晚上上厕所你也是迷迷糊糊的连你在那个时候都是摔倒的高危险群。你晚上起来被尿液这样子起来我要去尿尿，然后整间厕所湿哒哒的情况之下，你这个年轻人你可能都会出事了不小心翻了一下如果是长辈搬下去就掉下来对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你就是加装这些扶手就对了，马桶要装让他们扶如果有浴缸浴缸旁边也要弄反正你就是扶手让他抓一下至少他跌倒的时候不会直接就是我的后脑就要去靠到那个门把或是怎么样，就这样。那长辈如果走一走突然脚软或头昏或是什么，他也这样子就有地方可以抓不至于会直接摔倒或头撞到地板。我跟你说，那个长辈你就去买，那个丑是一回事，反正也不是你在住那个丑是一回事，你一定要保障长辈的安全。为什么？因为长辈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那个是全家人的成本，你知道吗？我知道讲成本这样很难听，但就是这样父母这样子，然后之后生病住院你要请玛利亚，然后你要东弄西弄，请看护全职的开始烧你的钱了，你爽了。装那个东西还好就没多少钱，那个虾皮都有
哦，有那个用免钉胶的哦，那也有那个要打洞随便哦，那你就装，能装几个装几个哦，反正就是让它不会因为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有出现意外的几率，你要让它大幅降低，就是这样。然后再来第3个，改成免治马桶。免治马桶这件事情哦，你感觉没什么用哦，那它的优点是什么？不用转身冲水，所以长辈，除非你家长辈不冲水哦，长辈不会说冲个马桶闪到腰啊，不然就是他都忙完了以后，他站起来然后去用按的，都额外要做这个冲水的动作。然后马桶旁边哦，我建议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要做扶手，两个，你让他做的时候，双手都有地方可以抓，他也不要有出力，你知道，这样不要有出力。然后跟起来的时候，那个卡腿都不来了。你看他这样子，立刻这样子自己站起来难了啊！1年哦，只要摔倒1次，哇，全家人遭罪哦。所以就是装扶手给他们去用就好了。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哦，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哦，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哦，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哦，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50%是自住换屋哦，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退休仔但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整个命题已经都偏向什么无障碍的室内设计无障碍室内设计。哇，这个要讲真的是讲不完。然后我略有研究，我是没有去考什么证照但是
我大概都有看哦，大概都把那个在讲无障碍室内设计的 YouTube 影片哦，大概都快速的爬过一遍，我一定有漏哦，但是我有一点基本的了解。那我先说结论哦，那个未来专门来做无障碍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公司也摊个便宜，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太需要了哦，真的是太需要。然后现在无障碍室内设计啊，这东西是什么？这东西定位是奢侈品，真的是奢侈品，就是要退休然后也有钱的人哦，感觉才花得起这样。所以未来势必要出现很多的那种爆改的技法，或者为了这个要去开发产品啊，要去弄出那种便宜平价的无障碍室内设计，这样子的室内设计公司会很赚钱哦。然后未来它的案件量真是多到它做都做不完。那无障碍的室内设计有一个原则，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把自己当作坐在轮椅要去住那间房子就对了，基本上都要为了轮椅改。然后我跟你说，你跟长辈提这件事情，家里要做无障碍室内设计会被骂，你会被骂过。反正说我心态就用呀，讲那些好。长辈的受伤是这样，你他妈还长辈，这个我们平常年轻人出个车祸，可能都会坐过轮椅了那长辈还得了长辈一坐那个轮椅很麻烦的啦。那到时候你现在住你家房子假设你住的好好，来，你想象一下轮椅被你坐在屁股上，然后你继续住这个，你用想象了就好了，你就会发现你家里他妈太不便了吧？怎么回事？怎么进个厕所都有那个门槛那个轮椅让那吐的他妈那个手要用很大力甚至我可能还要站起来才不会趴掉我都站得起来，我坐什么轮椅就变成这样。然后你那个轮椅你光是连上你的床你都很困难，你用想了你就知道。然后开关啊、电灯，然后进门到处都是障碍。还有像那个厨房洗手、洗碗、洗菜，对不对你就在洗了。你坐轮椅你洗洗看，你怎么洗？你坐轮椅会变成说你的腿会去嘟到那个橱柜对不对？那变成说你人要撑开就头前呢，等于洗然后又高，你怎么洗？这都是以后要大改的地方呢。你那底下就要镂空就要让轮椅进得去拿衣服。你坐轮椅，你拿你衣柜上面吊着的衣服，你拿给我看。所以要用一种杆子一种衣架它是可以整个降下来的，都要爆改然后这个是无障碍的室内设计，你基本上你就是要改格局了。所以我前面有提到3房会变2房，就是这样来了。为什么？不然你的轮椅在浴室你没办法回旋对你没办法回旋。你现在浴室那么小一间，你要怎么回旋？所以我会需要一间大的浴室然后不会有浴缸了，就是淋浴。那淋浴的话也不会让它淋浴间有个止水墩那边一条没有，就是要挖地下的，然后盖铁板就这样。很像外面游泳池外面那个游泳池的场所底下都是用那个东西在阻止水渗漏过来轮椅要能够回旋你这个整间浴室的面积要扩大，是不是会动到你把墙往外推，你往外推，它压缩到的是你的走道空间了，甚至另一间房间呢？那刚刚提到走道要做几公分，最好能有120公分，就不够了嘛。所以整间格局势必都要大改，那个都是改格局是最贵的装潢最贵的工种。不要抖，你就是要做很多啦。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我们家家户户你跟我都一样未来都遇到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只考虑轮椅好就好了呢？你还要考虑长辈的各种症状，比方说他失智那他会需要除了无障碍以外还有其他细节的东西，比方说他是依赖那个呼吸机的氧气机的，氧气机是这样很吵，那有开过就知道，他就在打那2下，啵啵啵啵啵啵啵，这边用嘛所以很吵很吵。那现在大家都怎么做？现在晚上入睡有需要带着氧气睡觉的，通常就是老人不然就病患没什么办法，他只能忍受。怎么忍受？他就放床旁边，就让他打不然怎么办？所以好的优异的室内设计要考虑这些特性就变成说你可能就是要塞康你那个电视墙的背后可能就是接主卧的话，你把那个床头放在这边，然后电视墙开一个洞过去，小洞塞隔音海绵，你把那个氧气穿过去，所以你让你的机器在外面，然后你自己睡主卧就是这样子弄才会住的舒适。所以你看这样改下，我跟你讲，以一个3房2厅电梯大楼的话，公寓的问题我等一下讲，那改起来最低250万以上，真的都一定会需要。
到这个金额，很贵了。这才是变成我说的，为什么现在无障碍室内设计，尤其你要针对不同的长辈、不同的适应症，你要去让他活得舒服、活得有尊严哦，活得自在。为什么现在这种无障碍室内设计会是奢侈品？就是这样来的哦，真的是这样来的。老了有房也有钱，你才支付得起啦，不然怎么办嘛？不然怎么办？来，我们再来说公寓，没有电梯的公寓，我靠，哎呀，怎么办嘛？哦，所以我很早以前哦就一直在提说，电梯大楼，中古电梯大楼就好了哦，是也不用到新成屋哦，也不用到豪宅案的电梯大楼。那电梯大楼就是怎样？就是刚需啦，刚性需求啦。我们年轻的时候在爬公寓哦，不会觉得怎么样哦，就没差嘛。我们爱爬就爬嘛。来，今天你家住公寓5楼哦，然后还不小心出个车祸怎么样？换你要坐轮椅，你爬给我看。长辈嘞，他是天天这样嘞。你那个一只脚受伤，你还可以那边吐结哦，那边跳一下，一只脚悬空，你要跳来跳上去。长辈嘞，对啊，所以单房2厅平面车位，然后有电梯大楼，就是自住的终点就是这样。这边贼啦，长辈住5楼公寓，你以为他高兴哦？啊，就没办法去负担到那个电梯大楼。然后电梯大楼怎样？可以小哦，但它就有电梯啊，有电梯就赢了。电梯还有分哦，有一些比较老的华夏它是你大门进去，还有几阶阶梯才会接到电梯，那个也不行，你就是让他整个社区也是推轮椅那边爬照就 OK 了，就直接到他家了，然后就直接进门，都没有落差，都没有门槛要过的，这个才是一个比较舒服跟安全的老年人的室内设计的领域。很贵啦，现在这东西绝对是奢侈品，可是这个也不用看了，未来少子化发威然后台湾老人开始那么多的情况之下，这东西未来会变成显学，这个未来很快，可能5到8年之内就会变成这样。未来专门来做那个无障碍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公司，看它便利。如果你是室内设计公司，然后你现在正在发愁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大家都找统包不找设计你要不要去做这个？有没有开始研究这个？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就是那个就不会再有人嘴你说这个设计师设计出来也还好也还好，没有，我有学理依据，考究过，那个有证照了，那个可以去考，然后听说很好过。我听说不要来赞我，我听说因为有这个证照的很少，市场那种需求就是存在嘛。你要不要转行开始做这个地方，就可以展现你的设计，你的设计就会有价值，不是说一个统包来跟你拼价钱你就被兜掉的这种。你跟我都会需要，先是我们的长辈需要，然后接下来就是老年时的我们需要。等我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当然要爆改出一间真是无障碍到底的这种。我明明也不坐轮椅，可是我没事也是坐着轮椅在那边晃我也觉得爽，就要这么的自由自在才 OK。这个真的是，虽然这很不像30几岁的我们要去担心的事情，但是你自己看看你的爸爸，你自己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阿公，看看你的阿嬷如果有个无障碍室内设计给他们生活有一个至少在安全上，我们这些子女这些晚辈我们不会担心嘛。他们住个院不是全家开始在那边排班请假要去顾要去干嘛没的，很麻烦是真的很麻烦。然后我们的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叫你爸妈也要努力住公寓的看怎么样就要卖掉了卖掉之后就要去电梯大楼不然怎么办之后谁要帮你扛？就这样然后就安度晚年无障碍室内设计，这东西现在看起来不重要，现在看起来是奢侈品，未来会越来越重要非常的多。然后只要有电梯，无论那个大楼的屋龄，只要有电梯，它就会变成这些老年人口的刚需，就这样然后你又在蛋黄区，很好就这样再讲一个不要让老人开车，不要让老人开车。老人现在开车惹出来的事情还会少吗？而且每一次惹出来的老人开车的事情是不是都天怒人怨？那个我看一次爆血管一次了，不能再看了。不要让老人开车买在哪边？买在他步行他拄着拐杖步行不然就是轮椅就推得到的地方，就会满足他的生活机能。我直接跟你讲哪边？医院附近那个老人慢性病要拿药实在是太多了要看诊拿处方签，然后去药局拿药，或刚刚医院的药局拿太多了，所以说就医院附近这就是老人圣品，就这样来的嘛。医院附近我们觉得是嫌恶设施，晚上会因为有急诊救护车，但是对老人来讲，
你只有在医院附近，他不用开车，你知道，老人开车都是开什么？开面子的啦。他也知道他老了，好像不太，可是他就觉得他还能开，他就要开。惹出太多事情。我讲一次爆血管一次，真是老人开车就恐怖。你买在医院附近，他们大概就是拿药，然后在医院里面做简单的社交，因为有冷气吹又有厕所，厕所有无障碍然后一堆病友可以哈拉或者干嘛，然后一坐一整天。医院附近没什么问题啊。如果你是买在偏远的从化区，什么都没有，它是电梯大楼没有错，可是去哪不想花你的钱搭车那怎么样？偷偷自己骑车开车。很危险吧？对啊，你敢吗？我是不敢了。那就是这样，趁早准备起来趁早准备起来。你绝对不想要在2050年、60年的时候来单挑到时候的房价。这个回头来看，我们可以不相信房地产会一直涨下去，没错，但我相信通膨这件事情绝对会持续继续下去的。只要继续通膨，房子这种资产就是必须去抵御那个通膨，它就会继续起来，就会被抬起来，就是这样。医院附近这个老人圣品。趁早准备起来，老了有房也有钱，你不要到时候老了有房也有钱，但是因为受了一次伤全家又被长辈拖累你又不能讲什么你又是这个钱要花就只能花，长照多贵啊，超级之贵啊，所以万事小心。然后你自己想一想把你家想成你现在坐轮椅来重新住一次，你看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在这边生活？这就是你爸妈未来会遇到的情况存一笔钱，要不然就买一个会增值的房子以后准备把它卖掉。去买一间有电梯的，然后准备就是拿那个价差来爆改了，就只能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